F 市电子通讯城，不管是新机还是二手，买家卖家都藏着心眼。我同事只花了8000，这种垃圾卖我12800。渠道不一样，您同事买的是水货。哼，你卖我的时候怎么不说？这钱是给孩子交学费的，你坑我的钱，良心呢？我看你才是水货，你退不退？怎么回事？这奸商，8000卖我12800。我没有。小张，退差价。凭什么？他拿水货跟行货比价，这是讹人。你教我做事？快点，退钱！完了，价格没说明白，退差价。这件事嫌内部核实，你先把售后单补上。唐经理，你先回去休息2天。工资没了，12800还得自己垫，房租、水电，给爸寄钱，这些年的积蓄一干二净，我拿什么活？哈哈哈，我们老张家出了大学生。回收大师系统强制绑定完成，恭喜回收二手手机1部，奖励现金1万元，升级点1，积分100。回收大师系统所属人张文，功能回收物品可获奖励，价值越高，奖励越丰厚。这是什么情况？我是在做梦。钱是真的。身体感觉也变轻了，我得去店里看看。如果昨天的事情，那就说明一切都没变。张文，你还敢来？昨天摔机扣工资1万块赔了没？擅离职守，今天不滚，我打报告开除你！哼，小子，昨天的事情闹得那么大，你还敢来？难道昨天不管怎么样不能在这儿待了？不劳你们费心，我不干了。你现在走，以后别后悔。这个行业没那么好混。结束了。二手手机系统。阿文又被刘阿花骂了。丁哥，借你地方站站，先试试收二手。你这是？老板，这手机收吗？买了1个星期。收的，小姑娘，二手机拆封就打折，成色不错，5100我收。能不能多给点？我真的急用钱。姑娘，二手行情就这样，5100已经不低了。我妈生病，住院费还差很多，能不能再加点？求你了。我收，原价6390，转给你。真的？真的，急用钱就别折了。谢谢，谢谢大哥。检测到可回收海维美腿30 Pro 1部，恭喜回收成功，奖励现金6000元，升级点1，积分60。这手机成色虽好，可行情摆在这儿，最多5300，你原价收，图什么呀？心善，见不得女孩掉眼泪。得了吧你，做二手手机不是这样做的。峰哥，你别管，这手机抵给你了，当3个月租金。行，有什么问我。好，谢了丁哥。信息不对称就是最大的生意。老炮们眼里的蚊子腿，在有些人眼里却是金矿。小伙子，机子收不收？5年前4000多买的。大爷开不了机，换铁盆去吧。大爷，给我看看。海维美腿7，估值300元，开关故障，维修成本20元。看吧，反正废了。100块我收了。真收，小伙子你人真好。成功回收海维美腿71部，奖励现金300元，升级点1，积分3。升级点比钱值。
来了个新人，专收砖头机，100块一台。回收水果4，奖励100元，升级点1。回收粗粮2，奖励100元，升级点1。回收水果5，奖励150元，升级点1。听说你们这儿100块收砖头机，我家有个废的，收不收啊？哟，是你这穷酸小子，辞职了就来收破烂儿，这么多砖头机又不能用，赔死你！等着喝西北风吧。刘店长，手机给我看看，100块，收了，转账。你真收？可以，你真长能耐了。哼，那么多砖头机又不能用，赔死你！40多部，最低100起，升级点45，这分明是金砖啊！小子，可以啊！全市场的砖头机都往你这儿跑，老炮们看傻眼了。二手这行靠心善是好，但得靠人脉。一会儿我帮你组局，同行藏着大生意，把关系趟生意。丁哥，你说的对，我想清楚了，这顿饭不是吃吃喝喝，是我张文在电子城立足的第一步。我想听听前辈们的经验，把路走宽。行，别觉得丁哥坑你，投资人脉值，不是丁哥，别人叫都不一定来呢。昨天的噩梦都结束了，既然要重新开始，何不试试？峰哥，今晚当副，我请客。你小子有种，我帮你约。爸，这不是梦，儿子找到路了，以后每个月都会按时给你转钱，你照顾好自己。在当地想站稳脚跟，光有钱不够，还得有人认你。这顿酒就是张文教的投名状，喝下去是酒，吐出来可就是往后的路。要是不认门，那你很快就知道什么是水浅王八洞。王哥，这就是我跟你提的张文，脑子活，人实在，以后多照应。小张，听说你第一天就收了不少砖头机，魄力不小啊！来，先碰一个。王哥，我敬您，以后仰仗您多带带。好，痛快！只能喝酒的脾气，坐下吃菜。稳住，这才刚开始。按规矩，主陪带3拳，然后他们可等着看你诚意。各位，静一静。今天小张兄弟摆的是龙门阵，请的是8方客，这面子咱们都来了，给了。但是在座的每家店的掌柜都是做二手生意的，眼力最重要。张文，这杯认亲酒，我们大家陪你喝。生意上互通有无，有人找茬，我们一起扛。是，王哥说的对。生意场还真不容易啊，健康加到64了，应该比普通人能扛，但这不是扛不扛的问题，是态度。哼，王哥，各位大哥，我张文外地来的穷小子，没别的，就剩这点胆气和实在。王哥，我先干为敬。身体在发热，但脑子异常清醒。培元术，对，那点健康加成再分解酒精。小张兄弟，可以了，再喝要出事了，我们认你了。停，剩下的我们哥几个分了。张文，从今天起，电子通讯城二手区有你一张台，谁跟你过不去，就是跟我们所有人过不去。小张，成了，你这酒量神了，以后就叫你二手区酒坛。峰哥，谢了，没有你，我少废话，回去路上小心，明天店里见。一点技能点加哪里？力量还是先留着。这个世界最终还是看谁拳头硬，谁站得稳。不好！小子，别动，手机、钱包、密码全交出来。敢喊一声，捅穿你！力量只加了1点，不能乱来。硬拼闹大，今晚的钱、系统的事儿全晚上，先保护好自己。哥几个，冷静，我给钱，手机给你们，密码我慢慢说，别冲动。现金不少，密码快说。密码不说清楚，老子明天就报警，
说你袭人，看警察怎么查你这来路不明的钱。对，反咬你一口，你今晚的酒钱、现金全得吐出来。报警反咬，暴露一切，不得已只能拼了。手。力量强了点，但经验太差。小子还挺能扛，这下看你怎么跑！喂，一群垃圾！嘿，今晚运气真不错，两头肥羊。姑娘，你……哎，真是倒霉。不过好在，昨晚在巷子里狠得像只豹子，现在睡着了，倒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等，好强大的力道！简陋干净。水杯、解酒药在桌，衣服完好无痕迹。抱歉，没，姑娘，是我唐突了。你昨晚醉了，救了我。我看你昏迷，不知如何是好，就带你回来。哼，原来是这样。喂，你要怎么感谢我？感谢？那请吃饭，附近有家小饭馆，菜不错。行，姐不客气了。红烧肉、糖醋里脊、宫保鸡丁、炒时蔬，再来2碗米饭。这姑娘胃口比我还大。好吃。我就知道本姑娘昨晚没救错人。这红烧肉肥而不腻，再来一盘。姑娘，你这胃口太厉害了，吃这么多都不撑。小意思，小意思。练武消耗大，饭量自然也大。谢了，小子。姑娘，你叫什么名字？穆秋月。这姑娘饭量真大，要不是她，我早栽了。如果再见面，让她教教我才行。那身手太强了。怎么那么少？昨晚跑80多步才0.4，难道因为是量大衰减了？不过好在金钱奖励不是。新人100块收砖头机。哼，砖头哥今天又劫全场，王哥就是面子大。丁哥说笑了，小伙子开不了，收。大爷100块转账。回收水果5，奖励150元，升级点0.03，回收粗粮130元，0.04杂牌80元，0.02点，水果100 0.01点，90元0.015点。110步了，单次低到0.01、0.02，量越大，升级点越少。现金破3500，还有一点技能点，加敏捷。你这样收获会影响别人利润，有人不高兴了。怎么又是他们？走，追！身体还是太差了，点了敏捷只比平常好些。张文，你给我站住！穆姑娘，怎么是你？路过，怎么你又被追？这我哪知道。小子，我劝你别越界，就算有他有王连累，也未必保得住你。等着。你那身手，能教教我吗？
凭什么教你？我付学费，你有钱？暂时没有，但我会赚。等你有钱再说。丁哥，求你个事。说，我想多烧砖头机，你人头熟，帮我把老周他们的废机收过来，每台给你50辛苦费。50？你收一台才挣20-30，量大了，够活。哎，我帮你问问，就2家。谢谢丁哥。别谢，我是怕你饿死，没人还我那3个月租金。上个月请客花了6000，给爸寄了2000，手头还剩6500，付300学费，剩6200，下个月房租800，够。木姑娘，300，先付1个月。你数了几遍？3遍。你先请我吃饭。木家功夫分3层：培元、发力、轻功。第1层培元术，练气，口诀3句，放松手劲，一手丹田，气随意行，丹田在脐下3寸，不是胸口。木家功夫分3层。他说木家功夫不外传，先用他教的方法练。明天5点，废弃公园，敢迟到不退钱。吃了算学费里。站桩，膝盖微屈，手抱圆。第1天，10分钟。17。什么17？我当初用了17天才有气感。今天到这儿，明天继续。你那个学费够学1个月的。那下个月呢？17天，我才3天，系统学了就能会。但他说木家功夫不外传。老吴那边凑了3部全砖头机，他说100一部，你要不要？要，全要。150，3台，每台50，辛苦费。蚊子，你这1台才赚多少？给我50，你还有的赚。修好能卖200，刨去成本，1台挣20-30。那你还给我50？丁哥，没你跑腿，我连这20-30都挣不着。交易成功，系统奖励520元。今天教你发力，冲拳，看我动作。腰转不够，转的时候这里发力。他手这么近。你站稳点。我没站稳。今天就到这儿，明天继续。他耳朵红了，练功是这样的吗？放松手劲，一手丹田。他明天还会来吗？下盘飘，心不静。那天的刀疤跟第一次
不让他起了杀心。城中村不安全了，之前你经常经过的巷子口，最近经常有人踩点。那个能请你当我保镖吗？我会给你钱的。虽然我钱不多，你的开销我尽量都包了。行，重新租个地方。你现在那地方太容易被破门了，找到再叫我。满500后会发生什么呢？王哥，头怎么了？哎，该来的还是来了。因为我，你天天100块扫荡废机，断了人家财路。虽然明面上我能帮你顶住，可暗巷里的刀子我挡不住。你先别收货，出去躲躲。事解决了，我再让老丁通知你。押衣服3，房租整4000。不过我急着去外地，这屋里的旧冰箱和破电视，你得把包买走，算300块。检测到海美旧冰箱1台，真实存值400元，等价补贴400元，技能点+1，积分进度499分之500。这也行。商城满足开启条件，警告：正在写入 V2.0 底层防刷爆补丁，即刻进入12小时强制冷却，期间扫描加点，体能恢复全辅助离线。小子，可算等到你了。王连磊现在可保不了你，我留下右手废。拿来吧你！下盘飘，心不静。师傅，入门了。没死，算你命大。蚊子，京城闲转平台的资本，鄂天瑞跟黑市串通了，正砸咱们摊子。等我。老丁，贺总带资进场是给你脸，王连磊都进医院，你这又是何苦呢？摊子我租给蚊子了，我牵不着。阿彪，你这打扫卫生的速度不行啊！贺总您放心，不过是小刺头，很快处理。张文，外面的人呢？放开他！阿泰，卸他一条胳膊。彪哥，咱们路子不一样，之前撞路子了是我不对，今天这摊子你砸了我认，但明天谁再来，我晚上就抱着煤气罐睡他家门口。这贺家也不是来者不善，先让他们先狗咬狗。够狠，你这劲头我欣赏，记得别乱伸手。张文是吧？这是商业社会，不靠拳头。我账上有500万现金，明早8点，全市的货都会进我的仓。你拿什么比？老唐，走。蚊子，7折保底，咱们要不算了吧？英哥，你放心，这个我会想办法的。脱臼了，忍着。
2.0底层防刷爆补丁生效，积分商城开放，当前可用积分500。来的真是时候，或许我知道怎么破局了。兑换。成了。没肉了，记得你说过的。你先拿着去吃2碗面，肉晚点带回来。老吴，点货。蚊子，这主板的飞线，这屏幕的点胶，你一晚上自己搓出来的，比原厂还平。贺天瑞那边，你怎么打算？我有我的办法，收不收？收。这橙色当酒新卖没问题。15部，均价150，2200我全包了。来，扫码。老板，这机子首发价5000，买了不到半年，一直套着壳，7折的话能给3500吧？小伙子，你想的挺美。屏幕有肉眼看不见的微划痕，扣800；电池健康度只有88%，扣500；尾差轻微氧化，扣300；系统估价1500，卖不卖？1500？你们这比抢劫还黑！我在外头小店问，都给2000多。横幅上明明写了7折保底，穷学生不识字啊！最高7折，最终解释权归平台。我们只要完美无瑕的冲新机，1500不卖滚蛋！别挡后面的人，你们这是虚假宣传。先转资本入驻，全场2手机最高7折。先转资本入驻。对面说我屏幕有划痕，只给1500，你这能给多少？先转资本入驻。检测到9星智能机1台，尾差轻微氧化，真实残值2500元，等价补贴2500元。套路你，技能点。这机子在二手市场的真实底价就是2500，我给你2500，真给2500，一分不扣。来，扫码，我现在付给你。收到了，还真是2500，老板够时尚。大伙儿别被闲转的质检软件骗了，他们拿屠龙刀砍咱们。这边老板按真实行情收，来看看。先转资本入驻，全场2手机最高7折。今晚只要用商城的屏幕无痕修复液抹平微小瑕疵，明天转手当量机卖，就是几万块的纯利润啊！贺总，那个张文疯了，咱们压过价的肥肉高端机全被他按原价截胡了。大爷大妈看他不收烂手机，全把没用的电子垃圾扔给咱们了。咱们500万补贴，全砸在破铜烂铁上了。一个收破烂的，一天收了几十部旗舰机，均价2000，这需要至少10万块的流动资金。他2000块的本金，凭什么能滚出10万的盘子？他背后一定有人在替他过桥垫资，想把我们闲转挤出 F 市。那咱们怎么办？既然商业手段砸不断他的资金链，那就从物理上摧毁他。联系库管阿毛，悄悄弄2箱有毛病的、有问题的芒果机，放进他的铺面中塞进去。明天早上，自然会有人亲自上门找他的麻烦，要他在这一行垮掉。
堂哥，2箱问题机来路不明，塞进去足够让他解释不清。贺总的钱少不了你的，干活。哼，物证人证，死无对证，走。张文，有人实名举报你窝藏倒卖、翻新假机，搜。严支队，我作为闲转平台的区域负责人，对这种破坏 F 县二手市场的毒瘤深恶痛绝。昨晚有客户被这种假机骗了，我这才连夜举报。货不是我的，要监控，调监控，大家伙看看，他头顶的监控早就被他自己砸烂了。张文，你想钱想疯了，连这种黑心钱都赚。涉案金额巨大，连人带包一起带走。左肩脱臼刚接上，我自己走。严支队，硬盘昨晚被人为物理破坏了，磁道严重受损，我们这儿的技术根本读不出来。严队，您看，他不仅卖假货，还做贼心虚，砸了监控，这就是铁证如山啊！监控毁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兑换扣除300积分，技能已写入神经元。严队，本地硬盘是碎了，但这栋楼的监控探头是走局域网的。视频留在传输时，会在主路由的物理内存里留下短时间的封包缓存。给我台电脑连上网，3分钟。如果找不出赛箱子的人，我这双手你们随便铐。给他解开一只手。严队，他这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想毁坏内部网络证据。哼，锤子抡得挺准。不可能，硬盘明明砸烂了。栽赃陷害，把他铐起来。老唐，平台花高薪请你做经理，你为了抢业绩，居然做出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儿。严队，闲转平台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你的狗进去了，现在轮到你猜猜。我刚才在重组数据的时候，顺着这栋楼的局域网，从老唐连着 WiFi 的手机后台里拷贝了什么聊天记录出来？老吴，收货，这些都是我昨晚翻新的2手手机。文子，贺天瑞虽然撤了，但闲转还在盯着，谁敢大量收你的货 ？F 市吃不下，你发去省代，利润你抽1成。干了，这批货太硬，38只，省代回收均价2400，扣掉我的抽成，给你84000。刘哥，铺面连货价转让费多少？闲转7折保底一搞，咱们小户的利润就更低了。我这还剩半年租金加实木展柜，没8万我不转。8万，立刻签合同。你转款给呢？检测到宿主首次获得独立商业实体资产，由商转变实体店主成功，触发大件回收奖励，技能点+3，积分+500。大件防刷机制已激活，同级别商铺地皮的2次获取，技能点将指数级断崖衰减0.01。若需获取完整点数，寻找更高维度的历史残值或工业残值。盘了个大铺子，钱砸空了，1000块的肉够吃半个月。钱砸空了还买肉，你是真不怕饿死？算了，我留下给你炖锅汤，免得你连锅都端不动。
老板，这机子能换一碗对面面馆的素面吗？10块钱就行，3天没吃东西了。检测到报废翻盖机，真实残值5元。你先吃碗面，回头再说。谢谢老板，谢谢您，我没什么能报答你的，这个送你，就当是个念想。检测到特殊物品，如欲查看其公开背景信息，不包含估价或投资建议，请至商城消耗500积分解锁。请宿主遵守法律法规与商业伦理，诚信经营。紫金色从没见过，但积分只剩500，万一鉴定错清零。路过记得给钱。月底结账。木姑娘，我想正式拜师。不是教着了吗？那不一样，你教我是心善，我学的不踏实。拜了师有规矩才能认真学。穆家功夫不外传，想好了？想好了。约法3章：1，不准叫师傅显老。那叫什么？叫木姑娘。行。2，训练场地你负责，饭钱我自己记账。行。3，我心情不好随时走人，你不能问。行。那就拜吧。木姑娘，我张文愿学穆家功夫，绝不给您丢脸。这瓶水代酒敬您。行了。文子，贺天瑞没走。我下午在车站看到他，跟几个混混一起，听到他说资金到位了，要连本带利拿回来，他肯定要搞事。要不我晚上守着？你是我的教练，也是合伙人，不用替我冒险守夜。丁哥，晚上早点关门。贺天瑞那边我盯着，那你小心。穆家发力以习得，等级入门，消耗2技能点300积分，剩余技能点2，积分503。下次再有人堵我，不用光挨打了。拜师酒喝了，以后就是真师徒了。蚊子，昨晚有人在我门口泼红漆，写着多管闲事。王哥店门口也一样，张岩、崔大彪，凡是那天酒局站你边的，全被泼了。彪哥，肯定是他的人，你可别一个人去，那可不好惹啊。地址给我，新店刚开张，收机翻新卖出，刚积累了点现金，我过去把合作谈好，总得把事摆平。你一个人去？不然呢？让你去。去哪儿？见个人。我跟你去。不了，贤转那边不得不防，你留在这，我放心。小心点。找谁？彪哥，就说芒种的小张来拜码头，让他上来。张文，上次在电子城，你用钢管把我兄弟腿砸断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小子胆子不小。今天又一个人来，彪哥叫人带话，我总得来一趟。上次的事，算我欠彪哥一个人情。坐。你那左手怎么回事？阿泰之前下手也不轻。彪哥，这是合作保证金。贺天瑞欠你的跟我无关，但他借的是你的名头。现在他跑了，外面传什么，彪哥心里有数。你什么意思？这5万就当诚意，之前也做的不对，往后芒种收的货，只要是彪哥的人送来的，我加1成价收。贺天瑞给的，我加2成。钱你拿回去，我这儿不差这5万，但你这话我听进去了，就放在这儿吧，当诚意。之前也做的不对。行。贺天瑞欠我的，我会自己找他收。至于你，在 F 市，你自己看吧。谢彪哥。别谢太早 ，F 市不止我，贺天瑞那边他还是会找别人，你自己掂量。回来了。猜测。你怎么知道？伤没好就别逞强，先把药擦了。
忍着。彪哥说贺天瑞背后还有人，是贤转总部还是别的什么？蚊子，彪哥的人撤了，王哥他们店门口的红漆也被人擦了。下雨了。贺总，总部又催了，问500万补贴的效果。效果？500万补贴全砸出去了，收的上千台砖头破烂，好一点的手机都没到100台布都没收到，全被张文原价截胡了。贺总，现在现金只剩160几万。贺总，稀客。眼镜，我需要200万。200万，后天到账，1个月还清，还不上按规矩来。行，张文，这次我一定要你死。张老板，贤传又搞活动了，说是6折回收，真的假的？6折。外面排队的人把贤转那个临时柜台都挤爆了，咱们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知道了，咱们要不要也降点价？7折。不跟。不跟，那咱们等着喝西北风。贺天瑞总部已经撤资，他哪来的钱？扣除200积分，剩余积分303，情报生成中。利息这么高，他是疯了。蚊子，6折回收，咱们怎么跟？原价收咱们亏本，打折收客户全跑了。不跟，他撑不了2周。你怎么知道？我有我的办法。蚊子，你这批货从贤转截胡来的，翻新后卖老吴38部就赚了9万多，这利差简直是印钞机啊！丁哥，低调。这2周他收多少，我们原价结多少，但不用急，等他资金链崩到极限，他自己会死。贺总，钱在这儿了，1个月后连本带利260万，还不上，您应该知道规矩。知道。那就好，祝贺总旗开得胜。2周，只要2周把张文赶出去，贤传总部就会重新支持我。利息这么高，他账期肯定撑不了多久。贺天瑞，我等你。蚊子，这横幅一挂出去，贤转那边怕是真要疯了。他已经疯了。张老板，真的原价，我那部水果机贤转说只能给1200，拿过来看看。别排了，这家坑人，说好6折，结果质检各种扣，只给1半。保安呢？把那个闹事的赶走。贺总，保安说他们只管秩序，不管这个。继续收5折，马上改成5折。5折，咱们会亏死的。亏？我他妈现在已经亏光了5折，快去！丁，回收成功，奖励1800元，技能点0.03积分。丁，回收成功。丁，回收成功，回收成功。丁，回收成功。蚊子，今天收了多少部？372部。300多，咱们哪有那么多钱？丁哥，这事儿你别管，今晚用修复液抹平瑕疵，明天转手就是几万纯利。贺总，这么晚了去哪儿啊？眼镜哥，我正要去筹钱。筹钱还剩多少？还有50万。50万？那连利息都不够啊！月息30%，200万，1个月60万。今天挣第15天，利息30万，本金加利息，你还欠我230万。眼镜哥，再宽限几天，张文那小子马上就要倒了，只要他倒，贤传总部就会重新支持我。贺总，你知道我这人最讨厌什么吗？最讨厌别人拿我当傻子。眼镜哥，再给我一次机会。机会我给过你了，200万30天，现在第15天，你已经没钱了。按规矩跟我走吧。去哪儿？去一个能让你赚钱的地方。放心，不会死人的。蚊子，我刚听说贺天瑞被眼镜的人带走了，贤转的店铺也关停了。结束了。检测到新商业情报 ，F 市二手车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建议宿主关注。二手车？
蚊子，快看，旋转的临时柜台，今天早上直接被封了。何天瑞呢？听说昨晚被眼镜的人带走后，就再也没出现。有人说他被总部停职调查了。终于撑不住了。丁，回收成功，奖励2200元，技能点0.04，积分2。这家伙还真把旋转给熬死了。不是我们赢得多漂亮，是他补贴策略本来就撑不住。蚊子，今天上午就收了280多部，全是高端机。照这个速度，旋转彻底完了。技能点涨到2.7了，积分也快破1000。对了，外面都在传贺天瑞骗了230万，他这是把自己走上绝路了。要不是你原价截胡，他也不会这么快崩。如果我没有系统，说不定崩的是我吧。今天辛苦了。闲着无聊过来看看。贺天瑞的事，你早就知道会这样。这样下去，情理之中，不是吗？ F 市二手车市场出现异常波动。二手车，或许可以试试。二手车市场出现异常波动，系统很少这么主动提醒，值得去看看。蚊子，早啊，今天还继续收手机吗？丁哥，今天我去二手车市场一趟。二手车？你不做手机了吗？回收手机，回收汽车，不一样是做回收吗？谢谢。去车市，小心点，别又被打了。丁，检测到可回收50红光一辆，估价3万元。丁，检测到可回收哈弗 H6一辆，估价9万元。检测到可回收深度改装 SUV 一辆，估价25万元。25万，这车到底什么来头？你要买这车？对，您打算要什么价格？这车新车价14万，车主开了3年，里程数不高，8万给你提走。8万，7万我马上要了。行，给你身份给我，我现在就过户。恭喜回收深度改装 SUV 一辆，奖励现金25万元，技能点1，积分2万5。25万，这车到底什么来头？鉴定。本产品可通过系统积分进行鉴定，是否花费1万积分鉴定？鉴定。改装记录不全，市场流通价被严重低估，属于高价值残值车辆。改装车，难怪。还没驾照，先把钥匙带回去。算了，考了再来。买车了？什么车 ？YYDS 改装过的。破国产还改装？那车可厉害了。等我拿驾照，我带你去看。得，破国产能有多厉害？丁哥，我今天要去驾校练科目2，店就麻烦你帮我照看了。行，蚊子，你放心去吧。谢了。店里就交给你了，放心去吧。先填表，然后去那边体检。张文，你是方瑶？你还记得我？大学时谢谢你帮我解围。客气了，你也来学车？家里买了车，我妈非让我来考个证。科目2，我也今天练，咱俩可能分一组。瑶瑶，这么巧，你也在这儿？你怎么来了？我驾照过期了，重新考，正好咱们可以一起练。你不去练车？等教练叫。那个郭安，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纨绔子弟，整天缠着我。我看出来了。你小心点儿，他这人记仇，上次你让他丢脸，他肯定记着。谢谢提醒。离合踩到底，挂1档，慢抬离合，车动了就给油。方向打早了，回一点。你以前开过车？没有，第一次。第一次倒这么顺，天赋不错啊。你学得真快，教练都夸你。
还行。明天还来吗？科目2得练几天。那明天见。今天还去驾校？科目2约的后天，今天去二手车市场看看，你要去不？我跟你去看看。你怕你被人坑。老板，店转让。对，转让费35万。系统提示：检测到可回收汽车修理店铺1间，估值50万元。33万也行，急用钱。哟，老夏，这是新找的托儿。老刘，你来干什么？来收店呀，25万，我今天就签合同。25万，我这店光设备都不止。这市场除了我刘大军，谁敢收你这店？35万，我要了。哈哈哈哈，35万，你拿出来。35万，现款，签合同。小子，有点钱就狂，你是不把我刘大军放眼里啊？张老板，谢谢您的救命钱。店还是你管，车你继续修，以后加多一项收二手车业务，我给你20%提成。20%？那您只收个人手里赚的车，不收机构的。行。张总，谢谢您。好好读书。恭喜回收汽车修理店铺1间，奖励现金50万元，技能点1，积分5000。你这啥也不懂的就花35万，给人家20%提成，你图什么？这店价值肯定不止35万，他着急出，想必也有难处，不是？你挺傻的。傻的还行。今天有辆9成新的哈狗 H6，车主急用钱4万8。先看看车。张总，喝点热的。爸说以后店里的事儿我也能帮着打理。谢谢。蚊子，芒种这边今天收的不错，钱我都记好了，晚上对账。丁哥，辛苦了。老板，4万8行不行？我急着用钱。丁，检测到可回收哈狗 H6 1辆，真实残值7.2万元。6万，现金转账。行，谢谢张老板。这二手车就是暴利啊，比手机赚多了。张文，今天练得怎么样？谢谢，还行。考个驾照就能在 F 城照样混开了？那也不是你说的算的。抱歉，给你带来困扰了。没事。手机店、汽修店可算是走上正轨了。一转眼就变成2个店铺的张老板了。哪里的话，小本生意，别打趣我了。得，你注意着点。我知道，有店有车，还有他，好像一切都在慢慢变好。车辆已绑定，当前状态待激活高级功能。25万的改装车，等驾照下来再慢慢研究。检测到新商业情报 ，F 市旧工业区出现大量报废设备残值，建议宿主关注。旧工业区，看来下一步要往工业残值，这也太突然了。郭公子，我要他不合格。紧张吗？我第一次考的时候腿都在发抖。不紧张。你这心态真好。请08号考生张文前往3号车准备考试。那眼神不对，有问题。准备好了吗？好了，考试开始。你干什么？踩刹车！踩刹车啊！车辆被人动了手脚。你怎么开的车？老师，这车被人动过手脚。
确实被人动过手脚，线路被恶意剪接了。张先生，这是极其恶劣的安全事故，我们会立刻报警彻查，绝对给你一个交代。监控查得到人吗？车停在监控盲区，恐怕很难取证。您的科目2，我尽快安排给你补考。谢谢。你没事吧？我听说如果撞上去，非死即残。没事。一定是国安干的，他以前在圈子里就这样，谁惹他，他就往死里整。没有证据。张文，郭家在白湖市有钱有势，你斗不过他的，以后躲着他点吧。我骨头硬，学不会躲。怎么这么晚？驾校出了点事。听说你今天差点把自己交代在驾校。丁哥这嘴比村口大喇叭还快。谁干的？不知道，没证据。哼，撒谎。真没事啊。下次再有人欺负你，叫我。叫你干嘛？路过，顺手帮你把他们的腿打折。路过，哼，这借口真烂。国安今天是下了死手，没有证据报警没用，现实的亏不能一直吃。既然你不讲规矩，那我也该准备点底牌了。2万多积分，够我换个大件了。在考试车辆上动手脚，国安在驾校是奔着要我命去的。没有监控，警察拿他没办法。既然现实的规矩办不了他，那我就用系统掀桌子。他喜欢玩车祸，我就得保证安全，兑换至高手级。现在我的驾驶技术极大提升了。张总，驾校的事丁峰跟我说了，郭家在白湖市势大，您这段时间还是别一个人出去了。这车要不要我焊2根防撞钢梁？不用，老夏，帮我把他的电脑主控锁解了。我要他这套 2.0T 涡轮增压的全部功率，全部解开。张总，这车底盘改过，马力全开的话，起步会打滑，一般老司机都降不住。我降得住。国安的眼线跟得真紧。老夏，我去环城路试个车，如果下午我带了废铁回来，记得帮我入库。不是，这穷小子开个破国产 SUV 也敢上环城路，前面就是施工的断头路，直接把他挤下河，做成操作失误。郭少放心，我的 GP2 还没数过，保准让他连人带车碎成渣。猎物上钩了。操！这不可能，他会压位。F 市的路，你开不动，滚！叮咚，检测到宿主完成极限反击，并携战利品返回经营据点，触发隐藏截胡奖励，成功回收恶意损毁的高端改装件黑市级，获得奖励现金20万元，积分5000，技能点0.5。这系统连仇人的车体残骸都能折算成残值奖励，以战养战，这才是回收的真谛。自己解决的。出去试了试车，顺手捡了点高档废铁。傻的还行。商业情报预告：白湖市万泽现代艺术展即将流标，检测到高危艺术品残值待提取，建议宿主跨城。白湖市那不是郭家的大本营，这系统想干嘛？蚊子，这几天你没怎么亲手收机，我按你定的底价收了60多部硬通货。夏大伟那边也发信息说收了3台二手车，翻新后利润相当可观。丁哥辛苦了，铺子走上正轨，不用我事必躬亲，挺好。叮咚，检测到名下产业芒种铺面，夏大伟汽修店完成周期性自动回收，现金4。虽然这种周期性自动结算单件物品的残值奖励远低于我亲手扫描，但贵在不用我碰，完全是被动收入，极其稳定。小蚊子，快看，我拍的短视频播放量破10万了。短视频？前几天去买饭，汉正斋的彭老板看我吃的多，非要跟我签个短视频合作协议。本姑娘天生丽质，随便拍拍就能赚钱，以后不用白吃你的了。怎么可能？我违什么规了？穆小姐，实在抱歉，
公司决定解除与您的短视频录用合同。彭老板，我的账号为什么被封了？凭什么？南皇府北端木，穆小姐，您老八根汗毛都比我们腰粗。刚刚天虹集团总部的发了话，我们只是个小餐饮公司，实在不敢得罪天虹这种巨无霸。孔小丽，想吃什么？炸鸡？不吃。烤全羊，我请。孔小丽，是我大嫂，天虹集团的千金。5年前，她自导自演从楼梯上摔下去，跟所有人说是我推的。我哥信了，把我赶出家门，信用卡全停了。那1个月，我睡在火车站，饿得胃痉挛，没人帮我，没人信我。现在，他连我拍个短视频赚点小钱都要动用集团力量封杀，他就是要我死在外面。你管我？管，你是我师傅。师傅，就值你交的那300块钱学费。300块也是钱。张文，我想做生意，赚很多钱。比天虹集团还有钱，然后回去把孔家的产业全砸了。好，先吃饱，我陪你。天虹集团孔小丽，蚊子，郭安那小子不老实，我托人打听到，他这2天往白湖市跑得很勤，跟书画协会的谭家搭上线了。郭家在白湖市势大，你得当心点。郭安的郭家好像是天虹集团产业链中的公司，这丫头最近压抑太久了，该带她出去散散心。既然郭家和那个高维残值都在白湖市，该去一趟逛逛了，就当带她去散散心，顺便试探一下天虹集团旗下的郭家。去哪？白湖市。去干什么？带你去散散心，顺便收点破烂。白湖市有什么好散心的？全是一帮倒胃口的人。就是因为倒胃口，才要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倒霉的。孔家不是家大业大吗？我们先去会会他们旗下的郭家，吃完下楼开那辆 YYDS 去。万泽，认清现实吧。你的话在白湖市连废纸都不如，100副打包价3万块，我全包了，就当给我家新别墅的狗窝垫个底。谭少，这3万连我妈在 ICU 1天的运费用都不够，这些话我花了3年，您再加点吧。加，你这破画廊马上就要被房东收回了。这些画卖吗？张文，你居然敢跑到白湖市来！叮咚，检测到高维艺术品残值，该批画作蕴含极大情感与艺术潜能，当前被市场恶意严重低估。郭少，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在 F 市收破烂的？怎么，收费手机收腻了，跑白湖市来装风雅？100幅15万，我全要了。15万？小子，你敢劫我谭文耀的湖？你知不知道在白湖市得罪谭家和郭家是什么下场？不知道，我只知道买卖自由。账号。谢谢老板，您这是救了我妈的命。张文，你找死！你动他一下试试。叮咚，成功回收高维艺术品残值100件。宿主完成跨行业高维度收割，打破电子、机械类目限制，获得跨界高额奖励，现金35万元，技能点0.5，破100万了。跨界的高维残值奖励基数果然比常规废品恐怖得多。这笔资金足够应对接下来和孔氏集团的硬仗了。你大老远跑来白湖市，就是为了花15万买一堆破画？千金难买心头好。再说，看到郭安那张像吃了死苍蝇一样的脸，这15万花的值。郭少，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在我们的地盘上，这小子太狂。他以为出了 F 市，他还能全身而退。上次在 F 市算他命大，这次在白湖市，我要他死无全身。阿豹，带上你的人去查一辆 F 市牌照的黑色改装 SUV， 他们刚从老城区出来。郭少，要做到什么程度？撞废的，连人带车，出了事情我来兜底。郭安的狗来得挺快，在别人的地盘，总得讲点待客之道，抓稳了。
直觉告诉我，车重劣势，不能硬碰，只能借力打力。开车技术还行，基本操作。这些破布，你真打算当宝贝供着？你可别小看，这些可都是好宝贝。慢点吃，没人和你抢。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公安既然敢派人撞车，孔小丽估计也快知道我回来的消息了。现在能告诉我孔小丽是怎么回事吗？5年前我哥出差，孔小丽突然找我说有事商量，让我去她房间。我刚走到楼梯口，她就站在那，冲我诡异的笑了一下，然后自己往后一仰，滚下了楼梯。她当时怀孕了，孩子没了。我哥赶回来，他哭着说是我嫉妒她，把她推下去的。监控呢？端木公馆那种地方不可能没有监控。我哥去查了，但当天的监控硬盘恰好坏了，数据全部丢失，没有证据，百口莫辩。监控硬盘坏了，在数字世界里，物理损坏不代表数据彻底湮灭，只要在局域网内传输过，就一定有缓存的残影。早点休息，明天我送你一份大礼。什么大礼？能让你光明正大走回端木公馆的敲门砖。对付孔氏集团这种跨界资本，靠拳头不够，靠钱也不够，得用降维打击。开启黑客技术阶段升级，入门级，消耗1技能点1万积分，使用专家级体验卡，消耗兑换专家级体验卡。黑客技术已达入门级。5年前的碎片太多了，找到那个时间戳，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吗？只有这几秒，他摔下去之后的画面呢？5年前的物理硬盘损坏太严重，底层数据扇区已经彻底粉碎。我现在的技术只能重组到这里。10万积分，就算我一天收100部砖头机，也得不眠不休收上大半年。就算只有这几秒，也能证明他是自己跳下去的。不够，孔家势力太大，只要没有完整的视频，没有一锤定音的铁证，拿出来就是打草惊蛇。给我点时间，我们先回 F 市。回 F 市？这里是孔家的地盘，我需要积攒更多的底牌。只要你信我，这段视频我迟早给你一针不落地扒出来。蚊子，你们可算从白狐市回来了。这几天的账我都记在流水本上了，就是这数目怎么算都差一点。账本给我，从今天起我管账。给他。这账做得太烂了，库存和流水根本对不上，收支记录一塌糊涂。我平时这么记的。你记的是流水，不是账。有人钻了空子，仓库里的高端2手机数量和账面不符，差了至少3万块的货。不可能，我每一笔都盯着的。自己看，出入库的时间差，加上损耗报废的比例被人为调高了，谁在管库房？今朝的理货员，平常时他看铺面。我们现在把人抓过来对质。别急，现在去他死不承认，等他自己露出马脚，人赃并获。这丫头，认真起来的气场，还真有豪门千金的架势。穆小姐跑得挺快啊，刚在白狐市露了个脸，就又躲回这穷乡僻壤了。孔祥，你像条狗一样闻着味，追到 F 市就为了挖苦我。我姐让我给你带句话，您在外面玩够了，也受够了罪，该回家了。再过2个月就是端木老爷子的80寿宴，我姐希望您务必出席。他不去，你就是那个收破烂的吧？穆小姐，孔夫人说了，您一个人在外面混得这么惨，连个像样的保镖都请不起，最好还是早点回去认个错。回去干什么？看他孔小丽的脸色吃饭。你回去告诉我那好大嫂，我现在的日子虽然穷，但图个清静。端木家我高攀不起。穆小姐，我劝您考虑清楚，端木老爷子可没亏待过你。下午在咖啡厅，你是故意装出那副认命退缩的样子的。麻痹他，如果不让他以为我已经废了，不敢回端木家了，他这1个月一定会派人无休止的找我们麻烦。端木家的生存法则，永远不要让敌人知道你真正的底牌。张文，你说我们该回去吗？相信我，明天开始，
我们把步子迈得再大点。宿主张文，现金资产约175万元，当前积分9720，当前技能点1.1，力量42，敏捷65，智力75，健康64。每天拿3袋，神仙也查不出。张总，木姐，这半个月你用废机偷换了47部高端机，涉案近10万，账我做平了，你的底细也摸透了。门外有监控，包里有赃物。第一条路，现在报警，职务侵占，够你进去蹲3年。第二条路，把你吃进去的钱连本带利吐出来，滚出 F 市。我选第二，我退钱，求您别报警。贺天瑞就是个蠢货，砸500万现金去跟地头蛇打价格战，那是街头混混的玩法。资本要杀人，从来不见血。陈总，那个张文确实邪门，而且二手区那帮老货都听王连磊的，抱团抗拒我们。抱团？那就把他们的氧气管拔了。第一，通知全市所有的物流公司，谁敢收 F 市二手区的一个包裹，闲转就取消跟他们全国的战略合作。第二，查一下王连磊他们几家大户的资金盘，找金融公司去买下他们的债权，今天下午就去抽贷，不出3天，他们的现金流就会断裂，满仓库的货全变成烂铁。可王连磊是个老炮，脾气硬得很，昨晚还带人去物流站闹事。资本运作不需要听虫子叫唤。通知合作物流暂停接单，债权方按合同催收。王哥，谁干的？闲转新来的陈峰，这孙子太毒了。他不仅掐断了我们所有的物流通道，今天一早，放贷公司和银行全跑来催收抽贷。我去物流站协调，被推搡摔了一跤。小张兄弟，我连给孩子交学费的钱都垫进去了。陈峰放话了，只给我们3天时间，3天后他按1折收我们的库存，这是绝户计呀！王哥，你们手里现在一共压了多少货？差不多4000多部机子，算上折旧，总成本在200万左右。小张，你问这个干嘛？这4000部机子我全收了，按你们的200万原价。小张，你疯了！物流被掐死了，你收过去卖给谁？这会把你芒种的资金链也拖垮的。王哥，当初我第一天进二手区，是你给我敬的认亲酒，保我有一张台面。今天这事我张文扛了。丁哥，去把老吴也叫上，带上板车，去各位老板的仓库拉货。系统申请开启 V2.0 企业级批量回收权限。检测到宿主拥有合法独立仓储实体，企业级批量回收权限临时激活。严重警告：受外界资本垄断封锁影响 ，F 市二手市场流动性崩盘。当前批次物品真实残值暴跌至原价的70%，系统等价补贴将按70%的真实残值140万元发放。若宿主坚持按原价200万元收购，需自行垫资60万元，且因市场价值折损，回收积分将产生大幅波动，由预估的4000点降至2600 200万的原价，系统只补贴140万，我卡里一共就100万出头，这一下就要抽干我60万的现金血，连积分都要打折。垫钱入库，老子不差这点血。张老板，您这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虽然现金流被抽干了一大半，但我现在手里握着将近200多万的实体和库存盘子。陈峰，这笔60万的账，我会连着这4000部手机的利润，连本带利找你算回来。文子，陈峰那边发现咱们硬生生吃下了那200万的死库存了，他发现掐不死你，直接换赛道了。他联合了 F 市最大的国宁和苏美家电卖场，明天要搞全城家电以旧换新，不仅是手机，连电视、冰箱、洗衣机全都不放过。他这是要用大资本把整个 F 市的回收源头活水全抢光。家电，那可是个大盘子，手里囤着4000部手机的重资产变不了现。正愁大出血后没地方搞现金回血。陈峰，既然你要玩跨界，那我就去你的主场。家电的体积太大了，闲转用高额抵扣券把全市的废旧家电全吸了光，不仅掐断了回收源头，还顺带拉动了国宁的新家电销量。这一手12鸟，确实狠。怎么，你打算像截胡手机一样，冲上去按原价截胡他们的冰箱彩电？试试水。大爷，压缩机都漏伏了，门封条全坏，给你开200块的国宁代金券，自己进去买新家电抵扣吧。200块代金券，我这可是大冰箱，收破烂的来收还能给个150现金呢，我要现金。现金只给50，爱卖不卖，别挡着后面的人。检测到报废双开门冰箱，真实残值350元，等价补贴。家电的积分单件确实比手机高，这是块大肥肉。大爷，我出300，现金直接转给你。300现金？
好，好，好，小伙子，你真是大好人。余额扣除300，资金池微弱循环。买是买下来了，然后呢？你打算让我把它扛回芒种的仓库？我去叫辆货车。师傅，拉个冰箱去电子城那边的仓库，多少钱？你是电子城的？是。不拉，给多少钱都不拉。别费劲了，整个 F 市所有挂牌的物流公司，哪怕是街边趴活的散户，优先执行我们的战略合同，其他大件单先排后。张老板，我承认你截胡手机有一手，但家电是重资产物流，你就算花钱买下了它，你搬得走吗？系统企业级回收必须在合法的独立仓储实体内才能进行。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让这台冰箱凭空消失，明天我就会被当成怪物抓进研究所。陈峰掐住了物流，就等于掐死了我物理层面转移大件物。家电回收的难点是物流和合规，不是喊高价。我们走。打架我能帮你，但搬这东西，我们总不能真的一路推回仓库吧？不搬了，这300块就当扔水里交学费了，回夏大伟的汽修店。夏师傅，店里有几辆能拉货的拖车？就一辆报废翻新的小平板拖车，平时拉抛锚的轿车还行。怎么了，张总？陈峰把 F 市的物流全封死了，我现在收的大件家电一台都运不回仓库，我需要车，能拉大货的厢式货车。张总，闲转这招太绝了。买新货车上牌加营运资质，一辆至少得10几20万，而且手续办下来最快也要半个月。咱们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现金只剩40万，根本烧不起买新车队的钱。更何况，就算有车，之前放手机的那个小仓库也根本塞不下几台冰箱，无法进行企业级批量回收。张总，我同学在西郊的旧工业区实习，那边有一家破产的物流公司，好像因为欠了高利贷，院子里停着10几辆带营运资质的旧货车，连着那个大仓库正在被法院打包低价拍卖。西郊旧工业区。连车带仓库打包流拍。对，秋月上车。老孙，法院明天就来贴封牌了。这6辆破车加上这仓库剩下的租期，我们大哥说了，顶多抵15万的债，爱签不签？15万？我这几辆中型货车虽然1年没动，但当年买下来也花了大几十万啊！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全家！检测到闲置中型厢式货车5辆及仓储租赁权，打包真实残值20万元，等价补贴20万元，积分加20点，大件物品防刷机制生效，单件价值1万以上。20万的残值，居然只给20个积分，收100部破手机都有100积分，系统彻底锁死了靠砸钱买大件刷积分的漏洞。想要凑够5万积分，只能靠铺天盖地的底层废品走量。老伯，这院子连带5辆车，我出25万，20万平账，剩下5万，你还有盈余，现在签转让协议。张总，这车放太久了，发动机油泥卡死，5辆车的电瓶全废，20多条轮胎全老化开裂，刹车片也得全换。这要是上路拉重货，绝对出事。大修要多少钱？最省也得3万块钱的配件费。修，今天天黑前，我要看到他们能跑。4000部手机的死库存压着200万，现在连买车、大修和日常开销都在疯狂抽血，现金流快见底了。最多这个数。小伙子，我这台旧冰箱你收不收？收，300。哼，看什么看？没见过女搬运工。干活。他花30万包了车队，还把货全拉回自己仓库了。是，他们用中卡迪往西郊那个破仓库拉。哼，好啊，张文。你真以为做二手回收就是简单的买和拉？家电的终端是报废拆解，手机的终端是向下游销售。我要把它的2头死穴全堵死。第一，连夜砸钱买断全省最大的3家电子废拆解厂未来半个月的全部产能，我看他拉回去的破家电往哪扔。第二，动用总部资金池，明天开始对 F 市及周边省份的二手渠道商进行倾销，咱们库里的高端二手机全部按市场价的6折放货。6折？陈总，那咱们得亏死啊！亏的是公司的账，死的是他张文。他手里那4000部手机是200万原价收的，我一打价格战，他慢一步就得亏好几百。我要让他被这200万的库存活活憋死在资金链断裂的深渊里。
蚊子，出大事了！省代的渠道商把咱们的货全退回来了。怎么回事？我们的翻新机质量没问题。陈峰那个疯子在整个周边省份疯狂倾销，咱们卖2天的机子，他6折直接串货给渠道商。现在外面的老板都在抢闲转的货，咱们这4000部按原价收来的机子彻底砸手里了。不仅是手机，陈峰还买断了全省的拆解厂产能。咱们今天拉回来的这些家电，没有任何一家合规的拆解厂敢收。蚊子，这就是资本的绝户计啊！家电没地方拆解，手机被价格战堵死，卖不出去，咱们空有大几百万的货，却1分钱的现金都拿不回来。再过1个星期，光是这大仓库的租金、几辆货车的油费和维修费，就能把咱们活活抽干。10万价值才给10点积分，系统逼我走量，陈峰的资本封锁，又掐断了我走量后变现的咽喉。蚊子，陈峰6折倾销，咱们的货彻底成死局了。要是按5折抛售，这4000部手机，咱们得硬亏100万。谁说我要亏钱？这帮人不知道系统的存在。这200万的货，系统补贴了140万，我实际只垫了60万。如果我按市场价的5折清仓抛售，不仅能瞬间回笼100万的现金流，刨去垫资的60，我还能净赚40万。陈峰想用6折憋死我，那我就用5折把他的局彻底砸烂。5折，蚊子，这可是4000部，正规渠道商全被闲转盯死了，谁敢一口气吃下这么多5折的货？正规渠道不敢吃，那就找特殊的。秋月，走，去东城老茶楼。小张，闲转那个叫陈峰的手腕可比贺天瑞硬多了。听说你现在被掐断了物流，连货都发不出去，怎么来找我借高利贷过桥？不借钱，来给彪哥送一笔横财。哦，4000部9星以上的旗舰机，全套原装无拆修，二手商的底层收购价是200万，我按这个底价给你打5折，100万，你全拿走。5折100万，小张，你知不知道这批货只要转手发往东南亚或者下沉市场，至少能翻个1.5倍？你这是在割自己的肉，给我放血！陈峰封了省内的白道物流，但他封不住彪哥的门路。我需要现金回血，而你能赚取暴利，100万现款现结，这肉你吃不吃？好，够狠，宁可断臂求生，也不给资本低头。这批货我吃。阿泰，叫兄弟们去西郊提货。不仅盘活了死局，还净赚40万。系统的杠杆才是对抗资本最强的武器。借黑市的刀破资本的局，有点脑子。手机的局破了，但真正的硬骨头还在这些家电上。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今天上午周边几个省份和下沉渠道突然涌现了大量堪比白菜价的顶级二手机？我们6折倾销货，一台都卖不动啊！陈总，是城东那个叫彪哥的地头蛇货，他不知道进货到从哪货架搞来了一的离谱。他就算比咱们再便宜3、4折往外放，利润都高得吓人，直接把咱们的价格底线击穿了。张文，是他把那4000部死库存扔给了黑市，他收那批货的成本是200万，黑市能给他多少？这个疯子，手机体积小，他能亏本走黑市水路，但家电呢？那些几百斤重的废旧冰箱、洗衣机，黑市可吞不下。去，给我实名举报西郊那个破产物流园，就说那里非法囤积大量废弃电器、氟利昂和重金属严重污染，存在重大消防和环保隐患。我要用官方的封条把他和那些废铜烂铁彻底钉死在那个仓库里。谁是负责人？我是。我们接到举报，你这里未取特种废物仓储资质，非法违规推放大量含氟利昂和有毒物质的废旧家电，且消防通道完全被堵死。现在依法对该仓库进行全面查封，限期1周内转移所有危废物品，并接受50万元的顶格罚款。在整改完成前，任何人不得进出。陈峰，你无耻！哪位？张老板，给你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陈峰，黑市的手段救得了你一时，救不了你一世。资本的壁垒，你这种底层爬虫是永远撞不破的。今晚8点到富大酒店顶层 VIP 包厢，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来见我。今晚来酒店谈收购，不来就按监管流程走。他找你？他让我今晚去当富大酒店，他想用罚款和整改逼我卖公司。好啊，我陪你去。刚好我最近手有点痒。张老板，听准时。陈总找我不只是为了喝酒吧？芒种全资收购协议。你那4000部手机虽然偷偷走黑市出了，回了点血，但你那个装满废旧家电的违规仓库，明天就要被贴死封条了。50万罚款加上遥遥无期的整改，你的现金流撑不过3天。签了字，芒种的招牌，你的手机店、汽修店全归闲转。我替你交罚款，给你留10万块钱路费。想用50万的罚款吞我几百万的盘子？陈总，资本的算盘打得挺响。全省最大的3家拆解厂已经被我买断了产能，没有拆解厂，你的家电就是一堆污染环境的生化炸弹。
除了我，谁能救你？不签，今晚你走不出这扇门。滚！张文，你敢动手？能打有什么用？你能把那满仓库的垃圾打成钱吗？陈总，你搞错了一件事。我们这种底层收破烂的，最不怕的就是手里有货。50万顶格罚款，你全额缴清了。这是整改方案和微费隔离合同，请按流程复核。张文，就算你交了罚款，你那些家电如果找不到合法的拆解厂接收，依然是重大消防隐患。这封条我不能撕。我已经提交了仓库消防改造图纸，并且租赁了合规的微废品隔离池。你今天不撕封条，我明天就带着律师去市局纪委告你行政不作为。蚊子罚款交了，仓库解封了，但陈峰把省里3大拆解厂路堵死，咱们这几百台冰箱、空调拆不掉，就卖不出废铁和铜，压在这里还是死局啊！老吴，废品回收的利益链只有大拆解厂这一条路。大厂有环保资质，能提炼重金属和塑料造粒，小作坊倒是有，但他们吃不下这么大的量，而且怕得罪闲转，都不敢收。谁说我们要卖给拆解厂？这里面有30%的家电，压缩机和主板是好的，只是外观破损或者小毛病。丁哥，去找几个会修电器的师傅，就在后院翻新。翻新？城里人谁买二手旧家电啊？城里人不买，乡下人买。让夏师傅把那5辆中型货车开出来，咱们搞家电下乡，翻新好的冰箱、彩电直接拉到下面乡镇的集市上，便宜卖给农村老百姓。妙啊！跳过拆解厂，直接在下沉市场做终端零售，剩下的70%彻底报废的呢，大厂不收，咱们就自己雇人手工拆解。一台空调最值钱的是里面的紫铜管和铝散热片，咱们只拆金属，不碰污染。拆出来的纯铜和铝锭直接当工业原材料卖给市郊的金属冶炼厂。陈峰能管得住二手拆解厂，他还能管得住重工业炼钢厂收铜收铁吗？同款产品市场参考价约3000元，目前活动优惠价400元，支持3个月质保服务。陈总，张文没有破产，他搞了家电下乡，把能用的家电全在农村集市上卖光了，不能用他雇人手工拆解成了废铜立铁，绕过拆解厂先放，卖给产业粮厂，他的资金链又活了。这个泥腿子，他居然能想到把产业链拆分到最底层的下层市场去消化。既然他喜欢在泥地里打滚，那我就去泥地里弄死他。下沉市场是吧？下乡回购是吧？立刻调动总部的下沉资金池，去把 F 市周边所有乡镇的废品收购站、乡镇电器维修店全部给我，用高价签下独家协议。他张文不是去乡下卖货，顺便收废品吗？我要让他开着车下乡，连一片破铁皮都收不着。我要把他的源头和下游在全省的版图上寸草不生。芒种家电下乡，回收废品。蚊子，陈峰这王八蛋用总部的钱给每个村的废品站都塞了保底费，现在乡下没人敢买咱们的翻新家电，也没人敢把废品卖给咱们。他在用资本的地推网络，把 F 市及周边的下沉市场彻底封成一座铁桶。咱们这几辆中卡跑本市还行，要是去外省，运力根本不够。这满仓库的货，难道真要砸手里 ？F 市被封了，就去外省，运力不够就加车回城去二手车交易市场。张总，咱们这是买个车队。检测到深度损毁的高端 SUV， 真实残值20万元，等价补贴20万元。买下它，我花10万，系统补我20万，我不仅白赚10万现金，手里还能多出一辆残值20万的车，这就是高净值大件的恐怖资金杠杆。12万，我收了。这5辆打包多少钱？打包价50万，不还价。检测到超大型集群工业资产，真实残值80万元，等价补贴80万元，积分加80点。50万，签合同。警告：宿主短时间内频繁进行大宗资产跨界杠杆交易，资金池吞吐量超出 V2.0 版本承载极限，触发底层防刷防爆机制，系统强制进入 V3.0 企业级跨省物流版本升级，升级倒计时48小时，期间估值、补贴、技能加点、体能恢复辅助全面强制离线。张总，您怎么了？脸色怎么白得像纸一样？没事，只是有点累。老夏，叫人把这15辆车全开回汽修店，系统宕机了，我失去了所有的底牌，那也要接着干。你不对劲，你的呼吸频率全乱了，内息散得一塌糊涂，你到底怎么了？可能这几天逼得太紧了。秋月，通知丁哥他们，今晚把仓库里的所有翻新家电全部装车。明天一早车队出发，我们硬闯省界，去江北省的下沉市场降维出货。你这副样子，明天还要亲自压车？这批货是芒种的全部身家，我不缺。心不稳。陈总，眼线汇报，张文今天去车市买了5辆重卡，现在正在连夜装货。他们要在明天清晨上高速走省道，把货拉到隔壁江北上去卖。
想跨省。他以为跨省物流就是把车开过去那么简单，离开 F4的地界，上了省道，安排人找他麻烦还不简单。喂，龙哥吗？陈总有何吩咐？龙哥一向是在 F 市省道交界段讨生活吧？明天大概清晨这样，有一支5辆重卡的车队要过你的地盘，货值几百万，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法？山沟沟的地方可是很缺这些家电的。张文会打有什么用？没势力，没背景，你拿什么跟我斗？张文，靠边停车！你这状态随时会猝死，我来开。不能停，这段盘山公路是两省交界的3不管地带。陈峰既然查到了我们的动向，就一定会在这里下死手。全体急刹，保持车距，不准下车。张老板，陈总托我给你带个话，这批货留下，你们人可以滚。找死！等等，情况不对。我要是不留呢？就凭你这几十号人。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身边有个很能打的女人，但那又怎么样？那辆扎渡车的大线已经被我们剪断了，气刹的储气筒也放空了，连胎钥匙都被我扔进悬崖下面了。没有重型轻挡车全击败，神仙也挪不走这车。你们的车队女人被死死卡在这里，顶多再有10分专顾的真正的大部队就会从后面包抄上来。你们今天插翅难逃。轮胎抱死确实推不动，但任何车都有它的物理死穴。秋月，系好安全带。你想干什么？那可是几10吨的铁疙瘩。杠杆原理，扎渡车的后桥到车尾有2米长的悬垂部，只要我用足够的速度撞击它车尾最边缘的受力，就能把整个车尾当成撬棍的受力端，不需要推走它，只需要把它巨大的车身悬开一个口子。这小子疯了，给我砸碎他的玻璃！给老子看！夏师傅，丁哥，带着车队冲过去，不用管我。把车里那开车的给我剁了！车挪开了，现在轮到我解决人了。敢动我们张总，跟这帮杂碎拼了！张文，张文，嚯，都过来了吗？都过来了，一辆都没少。我们到江北省了。那就好。陈峰的死局过了。醒了，没死就赶紧喝水。睡了多久？货呢？睡了整整1天1夜。车队下大尾他们看着呢，停在江北省最大的电子集散中心外面的停车场。不过出什么事儿了？嫩子，你可算醒了。咱们遇到麻烦了。江北省确实是最大的2手集散地，什么货都能吃下。但我今天上午去跑渠道，发现这里的大盘子全被一个叫钱四爷的渠道商垄断了。他怎么说？他发了话，咱们那15车货，他只出30万的过路破烂价，打包全收。如果不卖给他，整个江北省没有任何一个档口敢收咱们一台机子。陈峰的手虽然伸不到江北省，但他肯定在圈子里放了话。钱四爷这是趁火打劫，想用30万吞掉我200万的货物。丁哥，备车，去会会这个钱四爷。你就是那个在 F 市掀了闲转桌子的张文，够种是够种，但可惜是个愣头青。钱四爷，明人不说暗话，外面几百台翻新家电，这批货的底层利润有多恐怖，您心里清楚。150万，我给您留足了吃肉的空间。150万，小子，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吧？陈峰昨天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你们现在的现金流已枯竭了，15辆重卡的停车费、油费、人工费，每天都是个无底洞。30万当给你发回程的路费，明天太阳落山前你不批货，我出10万你都得跪着求我收。在江北省，我钱四就是唯一的渠道。钱四爷，垄断大渠道确实能卡死外地客商，但你忘了，2手回收的终端从来就不是你们这些坐在空调房里躺着抽烟的大爷。丁哥，去通知那5个卡车司机，把车开到集散中心外面的马路牙子上。江北省的各位散户老板、维修店兄弟们，我是 F 市芒种的张文。今天我越过所有中间大渠道，直接在街头发货，500台各色家电，全部按 F 市的底层收购，原价走量，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一件就是批发价。原价可比钱四爷批了整整40%啊！这要是拿回去转手一卖，一台就能赚好几百几千呢！真的假的？支付宝宝。
给我把他们的车砸了！江北省坏我的规矩，今天谁赶他的货，就是跟我前四作对。谁敢往前迈一步，下一根扳手就砸碎谁的脑袋。钱四爷，你平时压榨我们也就算了，人家张老板卖便宜货给我们，凭什么不让买？法不责众，兄弟们继续买货。扣掉货款成本、货车大修、油费和人员奖金，我们的流动资金最少也有220万。蚊子，咱们活下来了。秋月，谢谢。赶紧好起来，本姑娘可不想天天伺候一个病号。V3.0 企业级跨省物流版本升级完成，检测到宿主在无系统辅助状态下成功完成跨省100万级资产重组，商业评价 S 级，系统辅助功能重新上线，健康状态已自动修复。系统回来了，陈峰，希望你别太弱。S 级跨省无辅助商业实战结算完毕，补发江北省4000部手机走量积分加4000点 ，S 级评级额外奖励加1万点，当前可用积分26320。26000分，不仅挺过了宕机期，还拿到了 S 级奖励，距离黑客宗师的5万大关只剩1半了。V3.0 核心权限解锁，区域宏观扫描，工业链路直达，直接对接全国最高价的终端冶炼厂，这意味着我彻底不需要地方上的废品拆解厂了。陈峰，你花重金买断了 F 省的拆解厂，想毒死我，现在那条垄断链就是你的催命锁。你肩膀好了？全好了，秋月，通知兄弟们，5辆重卡空车编队，咱们杀回 F 市。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3天整个 F 市的废旧家电全被芒种收走了？咱们开出的回收价明明比他高。陈总，张文的车队从江北省回来了，他现在收家电不仅当场给现金，而且价格高的离谱。咱们收一台破空调给150，他直接给300，老百姓全把货卖给他了。300？他疯了吗？就算把空调拆出铜卖给冶炼厂，最多也就卖280，他这是做赔本买卖。陈总，咱们可是签了保底产能买断合同的，你为了堵死张文，包了我们半个月的流水线，现在你一台非常收不来，全闲着，按照合同闲赚得赔付我们每10万的。他怕赔本收，是为了断我的源头，没有货进拆解厂，我的买断合同就成了纯烧钱的无底洞。总部派了审计组，今天下午就到，强行终止 F 市的业务，并追究您的全责。张文，你别得意，我就算被总部开除，你也别想好过。你高价收那么多废品，我就不信你的资金链不断。陈总，你对真正的利润一无所知。这仓库里的25000台废家电是你们的不良资产，放着要交高昂的仓储费，我出100万全包了，今天就给你们清空。100万成交，只要你能清走，马上签转让合同。系统开启 V3.0 区域宏观扫描，检测到合法拥有的巨量废旧家电集群，数量25104件，底层走量规则生效，单件残值均低于3000元，单件积分加1，打包真实残值估算125万元，等价补贴已入账，积分机结算加25104点，海量同质化物品触发技能点衰减积分，最终结算终于够了。系统分配技能点，力量加5，敏捷加3，健康加2。紧接着，最后一步，5点技能点，5万积分兑换黑客技术大师级。血包，他就是用这个毁了我5年。去收拾行李。去哪？后天端木老爷子大寿，我陪你回家，把欠你的连本带利全都给你完整的拿回来。走吧。走。穆小姐，前几天在 F 市的咖啡馆，你不是说端木家你高攀不起吗？怎么今天又舔着脸跑回来蹭饭了？孔哥，这小子就是个收破烂的底层区，今天可是端木老爷子的80寿宴，放这种人进去，简直是脏了白胡须的空气。安保，把这个男的给我打出去！今天你是主角，我来开路。
请柬是孔家送的，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吗？你敢在端木家动手？走，去正厅。秋月，你终于肯回家了。5年前你把我推下楼，让我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我不怪你了，真的。只要你肯回来给爸认个错，嫂子原谅你。混账东西，你还有脸回来？还带着个野男人打伤了家里的保镖，给我跪下！秋月，你大嫂大度不跟你计较，你还不赶紧滚过来磕头认错？孔夫人这演技不拿奥斯卡真是可惜了。你是个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我是个收破烂的，最擅长的就是把别人以为彻底烂掉、碎掉的东西重新拼起来。穆秋月送给老爷子的第一份贺礼，请看大屏幕。小丽，这是你干的，那是我们的孩子啊！你居然毒妇！你这个毒妇！不，这不是真的，这是 AI 合成的，是他们伪造的。硬盘明明在5年前就被我砸碎了，怎么可能还有视频？孔小丽，砸碎硬盘没用，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的事，就一定有它的残值。这只是第一份礼，接下来咱们该好好算算天虹集团和郭家。秋月，哥瞎了眼，这5年你受苦了。这一巴掌还你5年前的瞎眼。今天我回来，只拿回我的清白。从今往后，端木家与我再无瓜葛。把这毒妇给我轰出去！端木城，明天立刻离婚！端木家绝不留这种人！我错了，姐，你太让我失望了，连孔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老爷子，离婚协议孔家认，绝不纠缠。你个收破烂的，今天别想活着走出这扇门！怎么又要像那天在高架上一样派2辆皮卡撞我？你少血口喷人！我是收破烂的，专收别人以为删掉的垃圾。阿豹，带上你的人撞废他，出了人命锅屎兜底。这段录音够你踩半辈子缝纫机了。非法获取的录音上不了法庭，我天虹的律师团半小时就能把它捞出来，还能反诉你侵犯隐私。张文，你的骇客技术只能做这种小偷小摸。张文是吧？做的挺好的。张文，谢谢。客气了，师傅，上车。跟踪成功摧毁豪门信誉，完成进阶成就，崭露头角。面临100亿资本实业封锁，单纯油商倒卖已无法支撑对抗。特别奖励：解锁周边市破产重金属孔祥。张文，有人举报你这里是非法拆解厂，经查，场地确实没有环评资质。这是停业整顿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每天按日计罚2万元。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责令你单位在15日内完成全部危废的合规转运，逾期未完成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可能依法冻结账户。文字，全省的物流公司都找借口拒单了，省里的冶炼厂统一口径，说设备检修不收咱们的货。这就是孔祥的手段，他不抓你也不打你。他就是让咱们的车走不动，货卖不掉，1天罚2万，3天后就要冻结账户，咱们就难办了。整个江北省就没有一家不看天虹集团脸色的厂子。有一家交界处的红星同业，当年死活不肯把股份卖给孔家，结果1年前厂里的工控系统莫名其妙中了勒索病毒，核心反射炉直接瘫痪，硬生生被孔家薅破产，那就是个等法院拍卖的死盘。去红星同业。赵厂长，这是债权转让80万，连地带在设备您签了，不用上失信名单。不签，明天法院强制执行，您连养老金都保不住。这炉子当年建花了1000万，只是系统坏了，你们这是趁火打劫。这场100万我要了。赵厂长，100万现款，今天过户，债务我背。张老板是吧？花100万买个开不了机的废铁炉子，祝您生意兴隆。文字，没用的，这高炉的系统是锁死的，找了多少专家都解不开。那是别人。当年被人植入的勒索病毒，早就被工信部网络安全应急中心收录了特征码。活了，炉子活了。怎么回事？跳闸了。张老板，你买的红星同业当年欠了供电公司120万电费没结清，供电公司依法对你采取了欠费停电措施，这是合同约定的合法权利。另外，厂区门口那条路属于红星同业的自建内部道路，产权人赵建国已经把这条路卖给了我。从今天起，这条路只允许2米以下车辆通行。惊不惊喜？
没电，炉子是废铁，路封了，货车进不来。商业竞争不一定要打打杀杀，谁更懂规则，谁更早布局，谁就能占据主动，享受最后这10几天吧。蚊子，没高压电，这炉子就是个铁棺材。我去问了，能带得动这种高炉的应急发电车，押金就要10万。孔家这是赶尽杀绝，焊了限高门。就算咱们炼出铜，大货车进不来，几百吨货只能烂在院子里。老吴，正规冶炼厂怕停电炸炉，一定会配应急重型柴油发电机，去找找。对，老赵走之前提过一嘴，有一台800千瓦的就抗明死。张总，机头是好的，但发电机的高压油泵和启动马达全砸烂了，没有原厂配件，这东西就是一坨废铁。不需要原厂配件，用重卡的。老夏，汽修店库房里那几台报废重卡的启动马达和油泵带过来了吗？带，但接口和压力阀根本不匹配啊。接口不对就切掉重焊，压力不够，我用软件调高喷油量。点火，烧起来了，把废铁全倒进去。叮咚，工业实体红星铜业已恢复运转，产出第一批工业纯铜。系统评估宿主面临严密资金审查 V3.0 版，不再直接下发现金，以预付定金加尾款的合纯度子铜，经由该国企对公账户阳光打入您的企业账户。合情、合理、合法。孔祥想查我的账，看到的只会是一份盖着军工企业公章的正规贸易合同。国企的车又怎样？路政的限高价卡在这里，谁也进不去。我是江北第一重工运输部王刚，我车队运输国家专项物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4条，特种物资运输车辆不受地方自行设置的限高限制，情规单位在30分钟内派人拆除障碍，否则我方将依法申请交警部门现场处置。领导，现场危废品已全部完成合法冶炼，这是江北第一重工的特种原材料定向采购合同，国企专车提货，危废警报解除，罚款半小时前已经全额结清，程序合规，撤队。改发电机，张文，你属蟑螂的吗？这都不死？陈总，你设的2米线高，不太够，下次焊低一点。孔少，张文跟跨省的国企搭上线了，没按住他。还是有点本事，物理封锁没用，那就用钱淹死他，让下面的人放话，全省的废金属，天虹一家50%敞开收，用4000万的亏损做饵，把它耗干。蚊子，1800多万，咱们恭候上，真的1800多万了，咱们有救了。不够，这点钱在天虹面前还不算什么。孔家马上就会拿钱砸穿市场，通知下去，准备迎战，真正的绞肉机要来了。蚊子撑不住了，天虹集团疯了，废紫铜市场价6万一吨，孔祥直接开价9万，咱们加1块，他就加1万。这3天，咱们为了保住高炉不断火，硬着头皮高价收了500吨。国企是按正常市价给咱们结款的，高价收，平价卖。炼1吨，咱们净亏3万。3天烧干了，孔祥这是把几千万当纸烧，硬生生拿钱砸死咱们。孔少，为了绞杀芒种，我们在废品收购端这3天亏损了4500万。4500万买张文那1800万的命很划算。他是个懂技术的聪明人，但他不懂资本的体量，在绝对的资金池面前，他的高炉就是个烧钱的无底洞。继续加价，今天日落前，我要看到他的账户归零。拼现金流，我这辈子都拼不过天虹。只要我还在花钱买废品，孔祥就能用价格战把我按死在水里。必须跳出这个规则，不能再买，要让他们送。系统过滤所有需要现金购买的常规废品，开启负资产、不良资产深度嗅探，寻找白湖市和 F 市周边不仅不要钱，还要倒贴钱求人处理的重工业污染垃圾。锁定目标：白湖市西区远洋化工电镀厂，已破产3年，资产状况：废弃沉淀池内囤积有6000吨重金属电镀污泥，含高浓度铜、镍，极度危险的环保炸弹。商业属性：政府已挂牌悬赏招标，谁能无害化处理这批污泥，政府倒贴补贴金1000万。丁哥，停止收购，
放空芒种所有的收购点。孔祥喜欢买废铁，让他拿100亿去买个够。老吴，跟我去趟白湖市。好，各位老板，远洋化工厂那6000吨污泥马上到雨季了，市里出1000万处理费，难道没一家愿意接？领导，传统化学中和成本至少1500万，接了就是纯亏500万，除非有顶级的重型高温反射炉，直接高温焚化提亮，但全省都没几台。1500度的反射炉，我有。这6000吨污泥，我接了1000万处理费，现在签合同，明早我的车队进场拉货。你说什么？张文接了远洋化工的环保炸弹？孔少，咱们砸了4500万打价格战，结果他直接跳出了废品市场，跑去收污染资产了。好一个断臂求生，将把污泥从白湖市运到 F 市的红星厂，没那么容易。通知国安，远洋化工厂那条烂泥路是他们国家的地盘，我不管他用什么手段，1辆车都不准放过去。是。这6000吨含重金属的工业污泥是环保重点监管的危险废物，清运处置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张文这是在刀尖上跳舞。张老板，又见面了。孔少让我来送送你。市政的清淤工程，你也敢赌？市政这条路是我们远洋村村民自己集资修的，现在路坏了要翻修，任何承载货车都不准过。你就是报警，这也是经济纠纷，警察来了也得调解个10天半个月。这条路当年是远洋村集体筹钱修的，村委会也没给过1分钱维护费，现在路上被化工车压得坑坑洼洼，晴天扬尘雨天泥泞，大车一走还震得两边民房墙皮直往下掉。是啊，谁说理去啊？要不把压坏的路面钱给了，要不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先把路修上。蚊子，修路那也不能把路堵上不让车进去啊，这是要挟勒索啊！大叔，这路是该修，但危废清运是省环保厅直接督办的1号应急工程，这批毒泥不当天运走，一旦雨季来了泄漏下去，整个远洋村的地下水就全完了，乡亲们以后连口干净井水都喝不上。张老板，别拿省环保厅吓唬老百姓，想修路是吧？带诚意来，一口价50万，3天之内不搞好，这路就一直封着。你好，请问是白湖市公路局路政大队吗？远洋村集体集资修建的村道疑似被人恶意封堵，危废清运车辆无法正常通行，请求派人现场勘查。这条路是远洋村集体所有的村道，产权属于村集体，政府没有专项资金拨付维修，他们要封路自修，好像都不违法。领导，我车队现在远洋化工厂门口，通往厂区的村道被远洋村村民以损坏严重，需自费大修为由封堵。这6000吨含多种重金属的工业污泥一旦泄漏，将直接渗透到远洋村的地下水层，至少10年无法引入，国土污染和生态修复成本将在数亿元之上。应急处置时限正在1分1秒流失，现向省生态环境厅申请依据《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19条授权，协调工程机械开挖一条临时应急通道，相关征地和青苗补偿费用，芒种全额承担。张文，市局同意你的建议，林副县长也拍板了，县里马上组织征签办，远洋村委会派人到现场协调临时通道征地补偿，车队先原地待命，任何人不准强闯，我们1小时之内到位。临时通道，呵呵，好，张老板厉害，算你小子有手段，但这地方叫白湖市，以后走着瞧。郭少，玩底层逼宫你还嫩了点，车队原地待命，等征签协调结果出来再进去。蚊子，天虹的绞杀是全方位的，他们不仅用天价收废铜，还在整个江北省以低于成本价30%的价格疯狂倾销库存的二手手机。咱们的手机柜台连着3天1台都没卖出去，库存全砸手里了。汽修店也停摆了，孔祥联合了本市最大的几家车险理赔中心和二手车行，发了行业封杀令，现在没有任何一辆事故车和二手车源敢送到咱们这儿。手机、汽车、废金属3线全崩，咱们就算拿到了处理污泥的1000万补贴，每个月光是维持这些门店和工人的开销，就能把咱们活活耗死。百亿财阀的饱和打击，他用绝对的资金优势强行切断了我的造血大动脉，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竞争，而是不计成本的屠杀。既然守不住，就不守。丁哥，老夏，立刻关闭 F 市所有的手机门店和汽修散客店，国人带薪休假，所有库存封存，全面收缩资金链，只保红星厂的高炉不断火。关店？那咱们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市场，不就全拱手让给天虹了？市场是活人才能占的。孔祥现在的打法是在放他自己的血来淹死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闭气潜到水底，看谁先憋死。
孔少，3线绞杀虽然逼得芒种关了所有门店，但我们集团这几天也砸进去将近7000万了。而且张文靠着红星厂，居然硬生生撑住了7000万都砸不死，他的生命力比我想象的还要顽强。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为了消灭对手。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为了消灭对手。既然在规则内消灭他的成本太高，那就在物理上抹除他。他们在逼近，我不出去，我们俩都在这里等死吗？待在车里，你的手是用来端碗吃饭的，别碰外面的脏东西。张老板，孔少向你问好，下地狱去吧。真以为开着100万级的全地形智能车，就能随便掌控别人的生死？警告：检测到致命物理威胁，环境扫描完成。敌方目标乘坐2台高配版车联网越野车，检测到局域网蓝牙与车载 WiFi 处于强信号开启状态。只要接入他们的行车电脑，强制挂入 P 塔，锁死全部车门，关闭发动机，就能让他们变成一堆无法移动的铁壳。正在进行暴力破解，防火墙已撕裂，底层逻辑已重写，最高控制权已获取。当前剩余积分26320点。挂入 P 档。锁死车门。难道他破解了我车的底层系统，锁死了车门，让我的防弹越野车变成了一口铁棺材？你们的车系统确实挺高级，可惜没装杀毒软件。警察说这2部手机是公安的人遗留在现场的，让他们去查通话记录和 IP 归属，得走流程申请，最快也要10天半个月。他们明显是有备而来，背后的资金链条肯定用离岸账户隔开的，就算警方查清了，幕后的人也早就擦干净屁股了。高律师，麻烦你跟交警支队的办案民警对接一下，歹徒的手机既然交给我们保管，下周一我们送过去之前，可以先复制一份关键的通讯录和通话记录清单，交给警方固定证据吗？可以，这是配合警方固定证据，走正规程序就行。果然，又是公安那条地头蛇出面当马前卒。别想这些了，把伤养好才是正事。下次，别再挡在我前面。少自作多情，我是怕你死了，这破店倒闭，没人给我开工资。放心，只要芒种在1天，以后每天都有你的肉吃。蚊子，你可算来了，出天大的事了！贤传那边彻彻底底的疯了。陈峰为了应对总部查账，强行套现回血。把天虹集团这几个月在江北3省囤积的2万多辆二手车、上百万台库存高端手机，全部以低于市场价30%的割仓价，向所有下沉市场进行熔断式倾销。现在整个下沉市场的渠道商全封了，都在抢天虹的3折跳楼货。咱们芒种的门店和汽修店被冲击的体无完肤，整整1天连个螺丝钉都没卖出去。他这是要拉着整个行业的生态同归于尽啊！他这是在割自己的肉，去填总部的资金窟窿。丁哥，我们账上还有处理白湖市远洋化工毒污泥赚来的那1000万现金补贴，对吧？对，那笔钱一直没动。你想干什么？天虹这次熔断式倾销，根本目的是逼着我们下场抢货，然后砸在我们手里。但我们的优势他们猜不到。丁哥，你去联系外省的第三方仓储代理公司，我们和他们签正规的代采分销合同，告诉他们，芒种这次吃下天虹的3折货，全部通过他们在当地的合法库存分销渠道转手卖出，我们只赚中间5%的渠道服务费，不走囤积路线。蚊子，那不是给咱们的老对手天虹当免费中转站吗？他们知道我们在中间过手，不更是气疯了？要的就是他们急。陈峰现在指盯着我们 F 市的铺面在不在卖，在不在开机，他根本顾不上监控外省。我们用各省正规有备案的仓储公司做过路财审，天虹的那些打折货进了这些合法渠道流出去，天虹总部的人根本查不到最后的流向，他不查就不知道口袋正一步步被我们抽干。3位行长，请放心，天虹集团虽然近期在下沉市场进行了一些去库存的战略调整，但我们的重资产估值非常稳健。诸位贵宾，这幅画虽然是清代摹本，但笔触极其老辣，起拍底价5000万。天虹的资产负债表一向稳健，今晚这些画都是我们从端木家旧藏中花重金收购的，等拍卖价格出来，又能在资产端添上漂亮一笔。
孔少在艺术品投资上确实眼光独到，不过现在银行对资产估值要求越来越严了，合规流程要走到位。孔总，借您这个平台，我也带了几幅画来，想请在座的专家帮忙长长眼。这些画的作者是刚刚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奖的画家万泽，早年在白湖市生活创作时，他穷困潦倒，这批作品是他当时为了换一碗面、换一箱颜料，半卖半送出去的。这是国际苏富比拍卖行以及佳士得出具的价值评估报告，两家的联合保守估值都在1个亿以上。这是经过国际确认、具有清晰市场价格参考的艺术资产。张文，你是怎么进来的？这里是白湖市顶级的艺术品投资拍卖会，不是你玩票的地方。各位行长，我并非来砸场子，只是提个醒。近期江北省的二手电子市场和汽车市场不太平，有人为了回血，大规模低价甩货。任何一个企业的资产端在发生变化时，都需要审慎看待账面估值和真实变现能力之间的差距。孔少，今晚这个拍卖确实有趣，回头有合规部门需要的资料，我们再找芒种的张总要一下做参考。50亿的贷款被我截停，孔祥必须在48小时内筹集海量资金去填补客公司的挤兑漏洞，否则天虹的信用评级就会全面崩塌。现在是时候终结它了。系统分配所有积累技能点，全面强化身体素质。指令接收，属性强化开始。力量47-55，敏捷68-75，智力72-80，健康66-70。当前剩余技能点0.1点。开启商城 V3.0 终极隐藏类目，重资产收购情报网。扣除5000积分，情报提取中。原来如此，孔祥的帝国只是外强中干，只要我拿走他的废金属回收垄断权，他下游所有的冶炼厂、加工厂全部都会因为原材料断供而瞬间变成负资产，这才是釜底抽薪。打开看看。这是我母亲当年的遗物。5年前我被赶出家门时，孔小丽把它们当破烂卖给了黑市。我托彪哥去道上打听，花重金从几个藏家手里赎回来的。张文，谢谢。我说过，别怕，既然你回来了，这屋子里每一件属于你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帮你一件件收回来。孔祥是条毒蛇，他被逼到绝路，一定会疯狂反扑的。他手里还养着一批亡命的死士。没关系，我的车队和100家空壳公司已经彻底布满了白湖市的每一个角。这一次，我们不再是猎物。他那看似不可战胜的100亿帝国，在我的眼里，已经是一堆待收割的巨型废品了。离他彻底崩塌的日子，还剩下最后的倒计时。系统，开启 V3.0 区域宏观扫描。扫描完成，锁定目标：城北旧城改造工程1期废金属集群，资产判定：特级重工业废金属，总重量预估30万吨，真实残值估算约合人民币8.5亿元。若宿主成功截胡，将触发100亿财阀终结者终极成就。30万吨，8.5个亿的纯利润。孔祥10年前通过暗箱操作拿下了这里的唯一回收权，这就等于他拥有了一座永远挖不完的金矿。只要这座金矿还在，他天虹集团的资金链就能无限回去。老乞丐，这里施工危险，不能来这里，这里是施工封闭区，废料钢筋由集团统一处理，不能在这里捡东西，快点走人！别冲动，对付这几个保安没用，里面还有几百个。那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在这圈地称王。这片工地的拆迁方是建工集团，天虹只是拿了回收权。孔祥在昨晚的拍卖会时丢了50亿的银行授信，他现在绝对拿不出钱来支付给建工集团垫付的拆迁工程款。这8.5个亿的废钢，现在是他孔祥嘴边的肉，但我要从源头上把他的牙给全部敲碎。丁哥，让你查的是建工集团的账目。查清楚了吗？蚊子，查清楚了，你简直神机妙算。建工集团负责城北的拆迁，孔祥本来承诺昨天要打给他们3个亿的工程预付款，但因为孔祥的贷款被你截停，这笔钱根本没到账。现在建工集团下面的上万名包工头和拆迁工人闹翻了天，建工集团的老总王建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到处借高利贷平事呢。蚊子，你该不会是想……敌人的软肋就是我们的刀锋。老吴、丁哥，你们现在就带着我的授权书去一趟建工集团总部，告诉王建国，孔祥欠他的那3个亿工程款，我芒种替他给了。3个亿，蚊子，咱们账上的流动现金只有200多万啊，把你卖了也凑不出3个亿。我们是没有现金，但我们有抵押额度，这是我用那100幅万泽的真迹，在瑞士银行开出的3亿人民币无条件授信支票。告诉王建国，我们可提供银行保函，先支付部分工程款，换取废金属的处置权。所有废金属处置权作为抵押品，全权转让给芒种。我要在合法合规的商业规则内，把孔祥的命脉彻底切断。王总，张总的话我带到了。只要您在这份废旧物资处置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这3个亿1分钟内到达贵司空户，外面那些要账的工人马上就能拿到血汗钱。
城北那30万吨废钢现在是你们的了，但天虹那边我怕他报复。王总，天虹拖欠工程款在先，您依法处置，资产抵债，天经地义。就算打官司，也是他们违约在先。建工集团把废钢处置权转给了王仲，张文哪来那么多钱？他把那批万泽的画作抵押给了瑞士银行，套出3个亿的流动资金。通知法务部，明天一早就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就说芒种收购资金来路不明，同时向税务局、环保局、市场监管局举报芒种所有业务，查他每一笔账。让公关部写篇文章发到行业论坛，标题叫“谁在为芒种的野蛮扩张买单”。我要让张文一觉醒来，发现全省商界都在质疑他。文子，网上突然多了一批抹黑芒种的文章，评论区有人说要实名举报。孔祥的反击来了，他不敢动武，但会用尽合法手段恶心我们。高律师，明天一早麻烦您陪我去办产权变更登记，另外准备一份反诉材料。天虹拖欠工程款，导致建工被迫转让资产，违约责任算清楚。明白。网上的不实文章，我们也发律师函要求删帖。不急，让他们先跳。30万吨废钢怎么运回红星厂？公路有超载检查，孔祥肯定在路上设卡举报。公路走不通，那就走水路。F 市有一条内河航道，可通红星厂附近。老吴已经联系了几家航运公司，明天签合同。检测到大规模物资运输需求，已为您筛选省内3家具备内河运输资质的航运公司。预警：天虹集团已向海事局举报芒种拟超载运输，建议提前办理超限许可或分批运输。孔祥把每一步都算死了，但我偏不走他的棋。明早兵分2路，你去办产权变更，我去航运公司签合同。文子，完了，白湖市最大的3家内河航运全把定金退了。航运公司排期排满，不敢临时接正单。公路有限高和路政卡着，水路又被退单，48小时一过，市政判定咱们违约，这8个多亿的盘子就彻底飞了。孔祥不需要针对我个人，只要把我困死在这座金山上，违约金就能让我破产。地方上的公路和水路走不通，那就只能再找一条其他出路。系统顺着这条钢轨深度扫描，扫描完成。目标：废弃工业铁路专用线，全长2.5公里，资产追溯。该线直通白湖市货运编组站，当前状态被建筑垃圾掩埋，物理路基完好。老工业区不可能没有运钢的火车道，孔祥能买通当地车队，但他封不了国家铁路啊。丁哥，马上联系江北第一重工采购部，告诉他们30万吨特级废钢，我让利5个点，条件只有一个，让他们以国企军工名义向铁路局申请一列50节车厢的重载货运专列，直开白湖市城北站。火车，提老大只认国字头调度令，孔祥算个屁！可是那条专用线被渣土埋了3年，火车开不进来啊！开不进来就挖通它。老夏去修废气挖掘机，其他人拿铁锹。给我动！走。张老板，48小时到了，这30万吨废钢，你运走了1辆吗？张文，你无法证明清运能力，我们将立刻。孔少，我的车到了，你要不要拦一下试试？回去之后，让法务部准备起诉材料，搞芒种非法占用废弃铁路专用线，侵犯周边地块的相邻权。铁路局那边也想办法去举报，就说他们违规给民营企业批专列。再有10分钟，专列就要上白湖市的跨江老铁桥了。过了桥就是江北省的地界，孔祥的底牌该亮了。孔少，我已经安排人入侵铁路调度系统了。干得好，尾款已经打到你们的海外账户。我要张文合同违约。警告：检测到前方铁路信号箱遭非法入侵，车道变轨指令已被篡改，对象有高速货运列车正在接近。有人在篡改车道变轨指令，在哪？信号箱在桥头右侧。别掉下去。准备。给我锁死！怎么没反应？入侵铁路系统的人呢？遥控器坏了，要不要我帮你修修？这几个人怎么处理？扔江里喂鱼？扔江里？孔祥怎么知道他的计划失败了？
丁哥的货车正好空着，把这几个人连同这些危险物一起打包，贴上加急危废品的标签，明早8点直接送回天虹集团总部的1楼大堂。这个快递，孔祥一定会喜欢。干什么呢？眼睛瞎了？这里是天虹总部，赶紧滚开！冲红城急件的，你们孔少最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给送回来了。报警！把这几桶垃圾给我扔出去！这是……张文，你居然没有把他们交给相关部门，而是直接带到这里，你这是要让天虹陷入极其被动的舆论境地。孔先生，您涉嫌指使他人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请与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警官，这是极其恶劣的商业栽赃，我的律师会全权处理。洪总，天虹集团是否涉嫌黑社会性质的案发？洪总，50亿贷款被拒是否与此有关？物流闭环确认，30万吨特级重工业废钢已全数通过铁路专列运抵江北第一重工冶炼仓。宏观资产重组结算开始，扣除建工集团3亿债务抵押、铁路物流成本、人力损耗、系统等价暴击补贴生效，真实残值溢价变现完成。手小伤不碍事，拿出来。钱再多，买不回一双废了的手。这是撬动整个天虹帝国根基的杠杆。孔祥被拘留，最多只能困住他48小时。他的律师团一定会把他保释出来，足够了。我要用这8个亿在股市和资产盘上，把天虹集团旗下所有的外围产业砸成真正的不良资产。行长，50亿的授信真的不能再通融了吗？孔总只是被传唤，很快就会。天虹涉嫌恐怖袭击，这已经是政治红线。不仅50亿的授信全面取消，你们之前抵押在银行的30亿股权，因为今天股价暴跌，已经击穿了平层线。今天下午3点前，如果天虹拿不出5亿的现金来追加保证金，银行将强制抛售你们的抵押股票。5亿现金，孔少之前打价格战已经把集团的现金流抽干了，现在去哪儿弄5亿？卖资产，把我们旗下的天虹物流车队、包装厂远郊的几块地皮全部挂出去折价甩卖，只要能凑够5亿，保住核心的炼钢厂和主楼，等孔少出来就有救。开启 V3.0 企业级宏观扫描，目标天虹系玻璃资产包。当前卖家资金链断裂，银行启动风险处置，部分非核心资产进入竞价转让流程。在系统眼里，这些所谓的高大上企业，只要资金链一断，跟废品站里的生锈铁皮没有任何区别。张总，天虹的人急疯了，他们把物流、仓储和地皮打包，对外报价5个亿，要求2小时内现金到账。但现在整个白湖市没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1.5亿，1.5亿，张总，这是天虹10年的心血啊！1.5亿，连个车队成本都不够，他们绝对不可能卖的。我评估过了，考虑到后续的整合成本和品牌风险，我只出1.5亿，现金立刻到账。这是我最后的报价，15分钟内有效。各位老总，唯一的买家给出了最终报价，1.5亿，全款现金，1分钟内到账。1.5亿，他这是在抢劫，这是敲骨吸髓。买家是谁？买家是我。张文，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现金？30万吨废钢的货款，加上我的一点点技术补贴，距离你们被强制平仓还有15分钟。1.5亿虽然填不上5亿的窟窿，但加上你们账上剩余的钱，勉强能让银行宽限3天。签了，你们还能苟延残喘3天；不签，3点一到，天虹集团就地破产清算。他出的这个价，刚好卡在我们的生死线上。这个人比我们自己更懂我们的烂摊子。这是一场风险极高的资产重组，系统直接判定为超额完成回收，瞬间反哺等价积分。当前现金约6.5亿。张文，这笔账我会让你用命来填。我的车怎么会在你手里？我的人呢？纠正一下，这辆车挂在天虹物流的名下，而天虹物流6个小时前已经被我全资收购了。不仅是车队，你的仓储地皮、包装厂、远郊的代工厂，你天虹集团所有的外围防线全被我买下来了。孔祥，你现在已经彻底出局了。各位叔伯，外围的物流和地皮确实被张文收购了，但天虹的核心是这栋总部大厦和重工炼钢厂。只要把这2大核心资产抵押给海外资本，我们随时能融到20个亿。孔少，海外资金最快也要1周才能到账，现在每天都有讨债的堵在楼下。我说了能借到就能借到，谁现在抛售股份就是天虹的叛徒。孔少的口才不去做演讲可惜了。张文，这是天虹的内部董事会，保安呢？把他轰出去。孔祥，你是不是忘了，我6个小时前刚收购了你们所有的外围包装厂和代工厂，经过股权穿透，
我现在持有天弘集团15%的交叉股份，作为第5大股东，我有权列席今天的董事会。15%，就算你坐在这，也改变不了大局。天弘的核心资产干净的很。各位股东，在来之前，我聘请了省内最权威的第三方审计机构白狐会计师事务所，对天弘集团的核心资产进行了独立的尽职调查。根据我们的调查，天弘总部大厦存在严重的地基沉降问题，已超出国家安全标准，且该大厦已被多次抵押给多家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方，隐性债务高达25亿元。此外，重工炼钢厂的环保排污数据存在造假嫌疑，面临环保部门的关停风险，且拖欠大量设备款。孔祥，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瞒着董事会，把总部一防3底啊！地基沉陷，环保造假，这要是曝光，天浩不是估值30亿，是负债几十亿啊！你怎么可能查到这些？你这是恶意诽谤！孔总，这些都是公开的司法记录、环保部门公示信息以及专业机构的实地检测报告。我走的是正规调查程序，每一份文件都可以在政府网站上查到。各位，一旦隐性债务暴雷，作为董事会成员，你们可能会被追究连带责任。我这里有一份股权转让免责协议，按每股极低的价格收购你们手里的股份。天弘所有的烂账和债务由我王正接盘，5分钟不签的就留下来陪孔少一起处理这烂摊子。79%的绝对控股权，孔少，现在天弘集团姓张了，这栋楼也是我的了，请你在1周内移交所有管理权限。10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张文，我不会让你好过的。喂，张老板，坐在我的椅子上，俯视白狐池的感觉爽吗？爸，我赚了这么多钱，可我重生这大半年，除了最开始打过去的2000块钱，我居然一次都没回过家，甚至没打过几个电话。我每天下载系统算计和赚钱力，我以为我在往上爬，我居然把我拼命活下来的初衷给忘了。张文，你算得清所有生意，今天我倒要看看你亲爹在你心里到底算第几。蚊子，别管我，别中了他的圈套，你好好活着。白狐市西郊废弃远洋化工厂，半个小时内带着你刚办完的所有资产交割文件，一个人过来，敢叫人，我就把你爹扔进水池里。出什么事了？我光顾着赢，把我爸给忘了。孔祥带走了他，在西郊化工厂。走，我开车。不管对面多少人，今晚我管牵制，你管叫。上！小心！找死！张文，你能快过钢钉吗？蚊子，你走啊，别管我。孔祥，放了他，资产全给你。把字签了，我就放你们走。快快认输吧。左侧楼梯，盲区。你想干什么？爸，给老子停下！一起下地狱吧！我的手！蚊子，爸没事了，你别吓爸啊！爸，对不起。张文，你撑住啊！我已经叫救护车了。蚊子。宿主张文，你的心脏因极限超载发生重度撕裂，生命体征已降至2%。我账上还有8万多积分，全扣光，给我回血。常规积分已无法修复致命的物理性脏器损坏，触发隐藏程序 V4.0 终极能量置换。我将燃烧核心源代码重塑你的肉身，作为代价，回收大师系统将永久卸载。永久卸载。在卸载前，看一眼你打下的江山吧。记住，你挣来的不是数字，是责任。芒种重工、红星冶炼厂、天弘大厦，你推行了环保改造，你解决了 F 县3000个家庭的就业难题，这些才是你真正的王座。可如果系统卸载，我是不是会消失？大半年前的噩梦
会不会再次重演？现在你要走了，我获得的这些也该还回去了。宿主张文，半年前的你站在人生的最低谷，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是你在濒临崩溃的那一刻，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求生欲激活了我的初始程序，那是你给自己的最后机会，不是我施舍的。你替绝望女孩原价收手机的善意，你靠诚信收获，守住底线，还有你为了救父亲用血肉之躯硬汉下坠钢缆的决绝。你以为你抓住的是我，不，你抓住的是你自己。你早已用你自己的血汗、选择和不屈，证明了你能很好的活下去，并且活得顶天立地。我卸载后，你那些突如其来的能力会全部随我消散，而你自己学会的并不会。你将彻底褪去外挂，变回一个会痛、会累、会生病，甚至连重物搬起来都费力烦人。但在我眼里，现在的你已经成长得更加强大。我好像都迷失了。是啊，我本来就是个凡人。财富就当给你的礼物，也是你打拼出来给自己的。去过你真实的人生吧，别再想着放弃了。面对困难，祝你前程似锦。蚊子，咱们成了。孔祥的案子已经司法定性，天弘集团的合规资产，咱们通过合法竞拍完成了交割。孔祥名下的问题资产已经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置剥离，加上咱们在江北3省打下的基本盘，咱们芒种重工现在的固定资产总估值正式突破150亿，账面可随时动用的合规流动资金高达20个亿。天弘的时代彻底翻篇了。丁哥，通知老吴、老夏、彪哥，还有我爸和三叔，今晚当富大酒店，我做东。今天一是庆祝咱们文子康复出院，平安顺遂；二是庆祝咱们芒种重工坐稳了2省行业第1的交椅。这杯酒我老丁先干了。刚出院就想喝酒？是啊，我现在喝一口酒，可能就得回医院躺着了。爸、三叔、丁哥、老吴、老夏、彪哥，这一路走来，没有你们拿命陪我趟这条血路，就没有今天的芒种。这杯我以水代酒，敬大家。好孩子，爸不懂什么百亿千亿，爸只要你平平安安的，钱赚够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现在的你连个街头混混都打不过，以后出门别离我太远。是啊，以前那股打不死的运气，好像都在那场雨夜里用光了。我现在就是个连重物都提不动的普通人。秋月，怎么又遇上难缠的对头了？这大半年，我算透了费刚的残值，算透了孔祥的底牌，但有一笔账我一直没算清。还有张老板算不清的账。城中村那晚，你用酒瓶子砸人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装醉？那是真喝醉了。穆秋月，留下来做我妻子，以后你每天的肉我包了。拿一顿肉就想换个终身免费保镖？张老板，你这算盘打的 F 市估计都听见了。那加上我这条命，够不够补差价？